我们魏家不属于这方世界，来自于更大的位面。40多年前，魏家被大世界的一些人给召了回去，我也就成了散修。为何将阿爹单独留在这里？这个老祖宗说我是火种，只是没想到这火熄得那么快。魏长则沉思片刻后，直接将老者的话给搬了出来。初听到老祖宗的话，说不震惊那是假的。可祖先将他的记忆给自己看时，只能认命的接受并消化了那些事实。魏长则问过祖先，既然自己作为魏家的火种，那阿英这个最后的小火苗怎么也没见老祖宗出手帮助？结果祖先的回答是，估计不小心睡过去了。后又指着书籍中的反噬和现世说里面肯定是他的帮助，万鬼反噬，灵魂怎么可能完好无损？现舍千万分之一的几率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成功？魏长则对此表示服了，无话可说。果然养孩子、照顾孩子什么的还是得自己来。可后面再想想，祖先的存在也许只是保证魏家火种的延续，至于如何生存则不在考虑之内。魏长则将魏家的事情还有系统的存在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魏婴，当然助攻自己小孩早恋这种事，魏长则根本不会和魏婴说。是了，魏长则对着魏婴说，一定要带魏婴回一趟家，见一次老祖宗。魏婴听得频频点头，忽然接受了好多信息，头上的呆毛也跟着不停地摇晃。将家就断了吧？魏长则缓缓说道。魏长则的话语无形印证了魏婴的猜想，眼眶又渐渐的红了，因为自己一次次的妥协都是踩在阿爹阿娘的尸体上，一次次的妥协都是在毁坏阿爹阿娘的声誉。阿英，你如何斗得过那些老狐狸？魏长则叹了一口气说道，似在说江丰眠，可又不仅仅是他。好了，阿英，不必多想。天塌下来，还有阿爹在。魏长则轻轻拍了拍魏婴的脑袋，说道。魏长则看着身侧只写到一半的蓝氏家规，想到系统疯狂的提醒，头一次感觉这东西真不靠谱。请注意不得干扰蓝家对魏婴进行的家规惩罚。魏先生，请不要忘记你的任务。魏长则轻声叹气，右手无力地揉了揉太阳穴。自己找孩子谈个天都是打扰了，魏长则感受到了系统满满恶意，合着自己只能找落单的阿英。还没串热乎的孩子还得上赶着给蓝家。魏长则表示不想接受这个事实。阿爹，怎么了？下划线？魏婴手足无措地站在边上，呆呆地问道。不知道。阿爹为何叹气？自己是哪里做的不对吗？魏婴到现在已经10几年未曾见过父母，忽然有点不知该如何相处，所以表现得格外乖巧。他哪里知道他爹早已摸清他的脾线属性。无事。魏长则深吸一口气，觉得不能如系统的意，自己的娃娃自己做主。阿英，你饿了没？魏婴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可又想到刚和蓝湛分了一个大西瓜，肚子其实饱饱的，遂又摇了摇头。阿爹，我不饿。行，晚些带你去吃食。现在带你去见见我的老朋友。魏长则拍了拍魏婴的肩膀，迈着步子就往外走。蓝家雅室迎来了好几位客人。蓝启仁看着那些人拿着茶盏的手微微颤动，蓝启仁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保持住该有的风度，将手中的茶盏轻声放置于桌上。温家莫要太过分了。来人穿着一身烈焰袍，神情高傲地对着蓝启仁说道。蓝先生，你说这水行渊来自岐山，可有证据？空口无凭可不像蓝家的作风。蓝启仁攥着桌角的指尖开始泛红，咬牙切齿道，证据怎会没有？蓝启仁转身步入雅室，取出蓝家为了对付水行渊而收集的一些资料，重重拍在桌上，而后说道，你看这些是否足够要求温家给一个交代？温家使者随意地翻了翻资料，丝毫不当回事。蓝先生就凭这只言片语，怎么如此武断？我家宗主可一心为修仙界啊！清堂会在即，希望蓝先生不要在宗主面前提起，免得蓝家不好看。蓝启仁强忍着怒意，明里暗里的胁迫以及不把蓝家当回事，已经严重影响蓝启仁的感官了。不等蓝启仁发作，温家来使接着说道，蓝先生，清堂会的邀请已送达，温某就此告辞。若蓝家缺了席，我想宗主会非常不开心的。说完，一行人大摇大摆地从雅室离去，那抹红色刺的蓝启仁眼疼。
魏长则带着魏婴来到雅室时，便见着蓝启仁一副气呼呼的模样，边上是齐云在淡定地品着茶。阿英，这是你齐云叔，你应该见过了。魏长则伸出右手掌给魏婴介绍着，后又笑着说道：“蓝先生应该不用我给你介绍了吧？”魏婴站在魏长则边上，难得有了丝紧张感，生怕蓝老头在他阿爹面前告状。魏婴乖乖地朝着齐云行了礼，问了好。魏婴也向着蓝启仁规规矩矩地行了师生礼。蓝启仁干咳一声，也不多说什么，反正该说的早就已经说了，家规也还欠着那么多。齐云打趣魏婴道：“阿英，现在可想清了？”魏婴嘿嘿笑了一下，摸了摸后脑勺，想清了。谢谢齐叔的指点。启仁兄这是怎么了？魏长则看着蓝启仁皱眉沉思的状态，向齐云问道。魏长则拉着魏婴，随便找了位置便坐了下来。